李律师提到这个重点，这就是上个礼拜六在游行的最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说，当翁小玲委员想要提出宪法诉讼法的时候，这个事情引起了非常多的律师的这个不认同，你们走上了街头，然后认为说这个东西会让这个宪法法庭完全的被停滞住，它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你可不可以就翁小玲版本的宪法诉讼法的问题到底出在哪边，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现在确实也很关注这个议题啦，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翁委员的版本这一次的调整，主要我觉得关键有2个啦。好，一个是可决门槛的母数，也就是你是要以全部大法官来计，还是以现有总额来计？好，那第二个就是它调高了比例，因为后来宪法诉讼法它其实是1/2。好，那它调到2/3，就是所谓的高多数决。那他的说法是说，大法官处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所以多数应该要更有共识，应该用高多数决，不应该是过半就可以宣告一个法案违宪。乍听起来有点道理，可是事实上，一个高多数决会不会其实是反向的一种少数决定，这也值得我们讨论啊。所以我觉得最大问题有2个，一个是当今天他要求现有总额一定要是固定的计算。好，然后照这个2/3的算法，就至少要有10位大法官。但是以现在大法官有7位卸任，在职的只有8位。那因为立法院又有在宪法上对大法官的人事同意权。好，那如果他一直迟迟不行使人事同意，就会导致其实10个大法官的这个母数一直没有办法促成，就一直只有8个人，你根本永远开不了会。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好，那就算开得了会，好，撇开这个问题不谈。用2/3的多数决，其实就表示1/3它就可以搁置一个案件的审议啊，就是少数决定。对，那当然你说什么是多，什么是少，我觉得在宪法议题有时候看的不是纯粹的多数跟少数，但是毕竟它表决的程序是这样，好，所以会不会一个反向的其实是少数在决定，这也是很值得讨论，尤其是它是一个人权议题啦。那应该说宪法法庭常常处理的是一个人权议题，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几个重大的人权议题，尤其是这些人权议题，可能都还走在时代交接的过程。好，例如我们那一天游行，也有律师有特别讲到说，同婚案好了，好，如果以同婚案来看，你要到过半，还是你要到2/3？好，那可能那个答案就会差很多。所以很多的少数需要被保障的权利，其实它是需要突破的。好，那以现在大法官的制度的运作，尤其是新制啊，它每年接的案子的量跟做出来的品质，好，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是肯定的。大部分大部分的案件都其实讨论的蛮充分的哈。那要透过这样的门槛的修正，甚至搭配他人事同意权，所以我们才会提出一个说会不会有实质瘫痪宪法法庭的危机啊？这其实跟当时国会扩权我们提出来是有点类似说，这或许因为质疑的都会说你只是在猜，你只是臆测。好，可是我觉得这个臆测还是要有所本啊。我们所谓的本就在于说，到底你是认为现在总统所提名的这些新的大法官人选不适任的理由是什么？你要进入同意与否的那个审查会，对，可是他可能到目前为止都是没有的，对，所以你不排，你不审，然后你就说哦，你可以再提名啊，你可以再提名，这些人选有问题，为什么我一定要过？我们当然没有认为说总统提的立法院就一定要过，这其实就是大法官身份政治性任命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这是他们的政治攻防哈，大法官也有政治性没错，可是他的政治性应该是在任命这件事情上面，不应该反映他的表决这件事情上面，但是。翁委员这次的提案其实有一点点让大法官连表决都有点泛政治化，尤其在这个时间点提出，好，这是我们比较疑虑的地方。那大法官的在你们法律界啊，能够担任大法官的，到底条件、水准、素质，普遍来说评价如何？会不会真的有像翁小玲的疑问呢？绿有，你们这些大法官，譬如说吴宗宪啊，是不是吴宗宪讲得更猛，就是看门狗？这样子来形容大法官，法律界对于大法官的素质，我自己的观察，还有普遍法界对于现在的宪法法庭或大法官的组成，都还是肯定的多啦。好，我所谓的肯定指的是他们的学术的涵养，好，包括讨论的品质等等。当然，对特定议题，结论是合宪违宪，大家本来就会有不同的立场哈。例如死刑，哈，例如国会扩权这一次案件哈。可是你要说大法官不中立，
好，或者说谁提名的大法官，谁应该做出的决定都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应该是没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作为长期有参与政府案件，尤其是宪法诉讼的诉讼代理人，我必须要说，好，我这个也很诚实的跟大家报告，我们在讨论的过程，我们都不知道结论是什么，然后我们也很清楚知道说，就是我们是申请方，也当然有时候我是答辩方，我们是很认真的去做诉讼上面的推演、攻防，还包括学理上的讨论，我们会找很多的专家学者一起去讨论特定的议题，但是从来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耳闻，就是说透过什么院啊，透过什么府啊，去对大法官施压。那就我自己的观察，大法官现在的中立性一定是有的。你说他们大家会不会有各自的政治立场跟价值观？一定有，是人就会有。对，有些大法官比较自由派，有些大法官比较保守派。好，那特定的议题可能自由保守也不一样。可是你要说，以现在的环境，现在台湾的不论是司法或法治可以透过执政党去影响，我觉得有一点点小看我们现在。算是已经转型而且成熟的这个民主法治，好，我的观察是没有这个情况啊。那在游行当场有被马英九提名任命为这个大法官的什么洪霞、吴洪霞是不是？洪霞大法官。洪霞大法官。对，然后他站出来，就对你们的这个士气，然后对于导正社会视听有相当大的功用。有，就我所知，这也不是事先安排的哈。我们一直到因为我有在那个工作小组里面哈，顺便跟大家报告，就是这一场游行是林俊宏律师还有像这个赖中祥律师他们所发起的哈，那我当然是一个协助的工作啦哈。后来因为媒体都说是我号召的哈，就不敢掠人之美。当然我们是非常的肯定这样的议题。游行当场大家都李律师在哪边？李律师在哪边？所以我后来在这个工作小组里头，我也是听他们说，听说前黄大法官要来。好，而且也愿意帮大家短讲，好，去以他的实务经验跟大家分享。好，我们认为这也是很肯定。你看如果今天我没有讲这段，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啊，这个早就已经安排好啦，或什么，或者是不是谁派他们也觉得这些律师全部可能都有拿钱啊等等哈。没有，我们其实上街谁会去，然后会有多少人，完全无法掌握。那黄大法官他确实是以他实务的经验哈，而且就我自己的观察，他一直也都是很重视人权的大法官，他应该知道，他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宪法法庭在这些议题上面的重要性。所以宪法法庭上面不只是处理你们立法院给我胡搞瞎搞的这些东西，政治性的议题，其实有很多都跟人民相关嘛。因为这个刚提到的这个黄洪霞大法官，他就讲说，我们是保护人民，不是在保护政治，所以宪法法庭。譬如说，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好，我自己认为宪法法庭主要的工作、首要的工作，就正是在保护人民权利啦。好，那所以有很多的案件其实都跟这个人民权利的维护有关系哈。如果像我刚刚讲的同婚案，好，这是一个哈。那其实历来，如果你要以数量来说，其实讲，尤其是近期这几年，这是5年、10年，讲基本权的案件、讲人权的案件，一定远大于讲机关的案件的多。那就以最近的这个比较有名的几个案件来说哈，当然这些案件可能有一些争议性哈，例如通奸罪的除罪化，就是到底人民的性自主权跟婚姻之间的平衡是什么或者是像前一阵子可能有这个消防员他的加班还有像这个比如考消防员有没有身高限制，大法官就会说有些身高限制它是不合理的因为你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平均的标准每个人他其实他的身高跟他适不适合适任，其实大法官要处理这些对，他其实会处理这些是在一个案件已经穷尽了所有的途径，他已经诉讼到底了，可能3审都走完了，但他还是败诉，权利还是被侵害。好，这时候他就会提起释宪。我自己申请的，所以其实大法官蛮忙的，他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这种是，我觉得是他平常都有在看。对，而且他们很特别的是。看像比如说刑事法院的法官，好，他可能处理的是刑事案件，好，那民事有民事案件，那还有像我自己做行政案件，哈，当然法官可能会轮调到不同法院，不过他就是在他现在领域范围也很忙，可是他会处理的是这个类型的案件，可是大法官是这些类型都会遇到，因为只要释宪，可能到最后都会跑到，所以有时候处理税法，有时候处理环境，有时候处理土地，有时候处理公务员，对，所以其实大法官。哇，超厉害就对了。是，他是法官的法官。
不能这么说，我觉得他们都是一种法官，好，都是一种。但黄国昌是大法官的法官，大家都这样子嘲笑他，就是他也没有特别大，但是就是他在资格上、任命上跟程序上比较特别，因为其他的法官都是考试跟专业训练，但大法官他有政治性任命，就是总统提给立法院审。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宪法诉讼法，如果按照翁小玲的版本过了，那要怎么办？就有什么救济的办法？又不能再送释宪，因为就违法了，他人数就不够啊，我就开不了会了啊。是，那怎么办？我们现在在倡议的这个议题，除了去讲现在这个草案可能的问题，其实也同时在做未来的因应啊。那还是有几个方式可以做啦。首先就是说，新法底下大法官他可能无法召集成功，那是不是可以让大法官用旧法继续做？好，那这个我们就要申请一个像当时国会扩权一样的暂时处分。那再来就是学理上有一种说法是，有一种理论啊，在德国或者在一些比较法律的国家，它有就是一个还没有通过的法案，但是对宪法秩序有重大影响的，可以事先申请，然后在特殊的要件底下，大法官也可以事先受理。好，在台湾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好，但是我们当然，如果这个议题一直下去，我们不排斥用这样的方式去试试看。当然，谁来申请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可能是少数的立委，好或等等，好，甚至连司法院，我们认为都有一定程度的权限，因为毕竟它影响是司法院底下的这个宪法法庭的运作。所以还是有一些办法可能可以用，可以这么说，就是那可是譬如说翁小玲他提了这个版本之后，我看到他在跟司法院的人吵架，就是在立法院也不算吵架，因为他比较凶啦，他就说。法国也有啊，什么日本也有啊，什么德国还是怎样，都有那个员额的限制啊。那为什么我提就不可以，其他国家都嘛可以，一样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就是大家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有点太片面或去脉络化。有一些国家它有这样的设计或标准，它都有一些配套措施。譬如说，如果现在欧版的草案，假如它要有一点在我们看来是可运作的话，好，比如说他认为可决门槛拉高很有必要性，那要搭配一个机制是大法官的缺额，应该说大法官下一次的任命，他不会动不动就是可以瘫痪，意思就是像有些国家会规定说，在下一届大法官出任前，原本的大法官他可以继续续任。他可以做到下一届新的上来为止。那这种情况底下，你过了一个比如说一定要10个大法官才能够才能开审，那没有问题啊，因为不会有低于10个的情况。可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真的7个大法官下来了，然后也没有一个这样的机制。对，那如果这个同意权一直卡在那边，然后又搭配一个新法通过，在这个时机点，那可以想见的是，宪法法庭绝对是没有。所以其他国家其实有这种配套的因应方式，是，但是台湾没有。所以台湾一定不会给你过的啊！我的意思是说，譬如说 NCC， 他就给你直接怎么不准延任，大法官一定就算你们要提救济方式的话，他一定会说通通不准啊！是，对，因为以 NCC 来说也是，他本来是有这个规定，然后后来被拿掉。那我们认为人事同意既然是立法院的，他当然有足够的权限去审查适合的人选，只是当他迟不审查或者是刻意不审查怎么办？好，在台湾其实一直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这段时期。好，那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宪法法庭啊。你从律师的角度来看，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立法院表现有一点比较像是执政党，蓝白比较像执政党？也就是说，执政的明明是绿的民进党，可是他却没有办法真正在执政。你会有这种观察吗？因为我是学宪法的啦，那宪法有一个课题本来就是跟政府体制有关，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跟我们应该是什么制度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是总统制、内阁制还是双爽制？好，如果是我们是有混搭法，对，我们是混合，虽然号称是双首长，可是也不是很标准的那一种，至少不是当年他们说要去仿照法国第5共和的那一种。所以变成我们是什么制度讲不清楚之前，现在的这种朝野的关系或朝野对抗，其实就有一点从宪法上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明确的轮廓。好，因为会各讲各话。对，因为如果真的是标准的法国当年那种左右共治，应该说它有摆荡空间的那种双首长制他会说这就是分裂政府时期。好，那分裂政府时期本来就是可能朝小野大什么，这可能性都有。但如果我们又没有走向那种制度的双首长制，那就会有一点是，那你行政的权限跟立法的权限，其实怎么去做抗衡，在宪法里头你找不到太明确的标准。
好，那这也是大法官他曾经之前有做过一些解释，其实想要去试图的讨论这个问题，但看起来还是不够清楚啦。好，那所以可预期的是，其实接下来立法院的很多法案，恐怕到最后都会面临的必须被释宪的这个状况。可以这么说，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蛮大的。对，当然我还是认为不能所有的问题都是丢到或交给司法或宪法法庭来解决啦，要不然没办法解决。都有最后手段性或补充性，就是不得已的时候，只是那个不得已的情况会不会常常跑出来？就是我们常会觉得说，很多情况应该是在政治场域可以解决，大家愿意好好沟通，大家愿意好好的思考，好，愿意跟民众好好把问题讲清楚。可是看起来就是已经穷尽一切方式，没办法了，所以接下来恐怕真的要面临这个很多法案都得送到宪法法庭里面。我想有这个可能性，对，我们也担忧这个可能性啊。